我们都知道滴血验亲是《甄嬛传》里的一个经典桥段，是皇后党向大胖菊告状说甄嬛和温太医有私情，并且为了验证双生子是不是大胖菊的孩子，提出滴血验亲的方式。这是皇后党和甄嬛党的一次正面对抗，也是甄嬛入宫后打得最漂亮的一场翻身仗。那这个滴血验亲的主导者到底是甄嬛还是皇后呢？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分析一下。首先，滴血验亲这场大戏开始前，甄嬛坐在自己寝宫里正在做的事情必须要引起我们的注意。皇后这几天倒看着有些精神了。我听说祺贵人从外头请了个姑子进来讲经。甄嬛坐在一旁，正让锦汐给做着美甲，同时和锦汐谈论着皇后和瓜六最近的动静。也就是说，甄嬛是时时刻刻都有关注皇后党的，而且对于皇后党的反常也是有所警觉的。关键的是，在古代染指甲是有可上色的花瓣和或者白矾一起捣成泥，放在甲面上，再用叶子把手指尖部分全部包裹起来。几个小时后，颜色浸染到甲面里，且在指甲上的保留时间较长。所以此时甄嬛手上是有沾过白矾的，而且甄嬛为什么早不做晚不做，偏偏是这个时候做美甲呢？在关联上，刚刚她说的皇后党近期的动向，表明甄嬛其实也是猜到了皇后党要拿双生子说事儿，所以手上碰过白矾。如果大胖菊和孩子滴血验亲也可以应对，白矾清油都是可以操作的。虽然甄嬛猜到了皇后党要对她发难，但不知道来得这么快，指甲刚染完，皇后就派人把甄嬛等后宫嫔妃全部都请到了景仁宫。所以此时面对瓜六的告发，甄嬛有这样的明显反应：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，罪不容诛。甄嬛瞪大双眼，一脸震惊地紧紧抓住桌角，无一不表明着甄嬛虽然意识到皇后党质疑孩子的血脉，但是没有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快，而且孩子的身世也确实是甄嬛心虚的点。所以此时的甄嬛即使有准备，也紧张到无法呼吸。不过皇后党虽然押对了甄嬛有野男人这个宝儿，但在关键对象上又失了准头，所以这使得甄嬛又放下心来。太医温实初，温实初是熹贵妃的心腹，日日都要把脉的。见皇后党搞错了男主角，那一切都还有的救，甄嬛才把一直紧握住的双手松开，紧绷坐直的身子也慢慢的倚靠在椅背上。同队的拽妃也呼出一口气儿，放下心来。接下来甄嬛党这边要做的就是先默不作声，伺机而动啦。但皇后党见甄嬛没有极力反驳，就认为这事儿肯定押对了，所以紧接着瓜六把冰儿和绯闻都叫了出来，以求进一步坐实私通的罪名。甄嬛虽然没有太大的反应，实际上是在把这些明里暗里拉踩他的人都记在小本本上了，所以先拿自己宫里的叛徒绯闻开刀。我问你，你出了钱，可把正殿紫檀桌上的琉璃花樽给擦拭干净了？甄嬛点名绯闻，让所有人知道绯闻卖主求荣。再说绯闻告发时，虽然把温太医衣服上的细节说对了，但其他的话都是子虚乌有的事儿，很明显是被人买通的。再说绯闻自从开窗事件被罚后，就再也没有受到过重用，甚至不让他入殿内伺候，所以才有了皇后收买绯闻的机会。于是甄嬛问绯闻近期内殿的细节问题时，故意把词评说错给绯闻下了个套，而绯闻也因为说谎心虚，加上很久没有入内殿，记得不清楚，就贸然回答已经擦了。胡言乱语，娘娘的紫檀桌上何曾有琉璃花樽？那分明是青玉的。是奴婢记错了，是青玉花樽。绯闻果然上了甄嬛的套，所以甄嬛才有了这轻蔑的笑。这笑不只是在笑绯闻说错话，更是在笑皇后党找来的证人不靠谱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废掉绯闻这个人证，也是在笑皇后党这次的行动不缜密，甚至低级。从这儿也能看出甄嬛本是严阵以待，结果对方却是毛毛雨。所以从此开始，干脆由将计就计变为反客为主。于是甄嬛党也抓了机会，来了一波狠狠的反击。也是在这个时候，大胖菊的到来又搅乱了现场的局势。瓜六很好的掌握了恶人先告状这项技能，在所有人都没有说话的时候，第一个冲上去跟大胖菊告状。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，秽乱后宫。贱人，胡说！
大胖菊上来就打了瓜六的脸，这不光是因为瓜六说的是大胖菊喜爱的甄嬛，也正是因为这个事儿是影响皇家颜面的大事。更何况大胖菊问怎么回事，皇后都没有说话，他一个嫔位的人就出来张嘴咬人，不论怎么说都该打。但瓜六毕竟是皇后党的人，所以皇后出面帮忙说话，又把战火烧到甄嬛身上，也在同时大胖菊心里种下了怀疑的种子。再加上净白的尼姑身份，即使颠倒黑白也不易有人察觉。皇后党最擅长的就是把说不清的东西当实锤，这一锤一锤的哐哐哐往甄嬛脑袋上砸。但我们注意此时甄嬛的反应，如若这样都被人说闲话，那我们这些都让温太医医治过的嫔妃，岂不都要人人自危了？罢了，朕相信熹贵妃。甄嬛一直低头不语，一方面是想看看皇后党接下来的花招，再进行针对性的应对，另一方面是想知道大胖菊的态度，看大胖菊对他到底有几分信任。但也从刚刚大胖菊烦躁的拿着手上的珠子乱甩可以看出来，虽然大胖菊嘴上说的是信任，但心里对于甄嬛私通的事儿还是多疑烦躁的。甄嬛眼神一暗，也知道大胖菊靠不住，当即心下一沉，准备开始极限飙演技。皇后党这边也没见甄嬛有反应，明枪瓜六就开始咄咄逼人。暗箭安小鸟也在一旁时不时供把火，再加上大胖菊本来也是个多疑的心思，于是滴血验亲的重头戏终于要开始了。